哈喽，我是麒麟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《一群超人》原作版的故事。上回说到，吹雪和龙卷姐妹一个要救赛克斯，一个要杀他，就快打起来了，搞得一同前来的奇遇一脸懵逼，琢磨着到底该不该帮忙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看着眼前的姐姐，吹雪心里很清楚，她今天不能退缩，只有战胜了这份恐惧，才能摆脱姐姐的束缚。而在龙卷眼里，只不过是妹妹到了叛逆期罢了。超能力姐妹的战斗还未打响，整栋楼就开始震动了起来。可以预见，这将会是场毁灭性的战斗。首先发起进攻的是吹雪，一个念头就令周围的墙壁碎裂开，砸向了龙卷，企图将龙卷碾碎。如他所料，龙卷被碎石块裹成了一个球。吹雪自信道：“他和从前可不同了。”但话音刚落，石头堆里便传来了一声冷哼，接着轰的一声炸裂开，龙卷自然是毫发无伤，嘴角甚至还挂着笑容。而此刻，一旁抱着赛克斯的奇遇正旁观着，突然眼前一亮，瞬间便冲了出去，在千钧一发间拦住了巨石，救下了被打晕的警务员。再回头看看这俩发疯的姐妹，一边躲闪着飞来的碎石，一边吐槽着，果然是姐妹俩，脑子都是一样的。而这无限趋近崩塌的大楼，原本是关押怪人的监狱，同样是金属骑士所建造。此刻负责监管的协会人员已经急得焦头烂额了。这里地下13层只关押了狼和虎级的怪人，要是逃脱的话还能对付，但如果是关押在14层以下的怪人逃走的话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那里关押着的可都是诡计的恐怖家伙。可谁也没料到，一手抱着一人的奇遇正好碰到了这些怪人们：狼级长蛇怪、狼级啤酒头以及虎级水豚男。看着眼前的秃子，三人如狼似虎的冲了过去。被关押的太久了，这刚出来不得好好发泄发泄吗？可就在这时，一旁的龙雀和吹雪的战斗再度牵起了恐怖的风浪。这几个倒霉的家伙冲到一半就被碾成了碎末，而奇遇则无奈的将手插进了地板里，就这样牵起了一块地板挡住了风浪。没办法，谁让他身后还有这俩昏迷的家伙呢？可突然间，地板猛地炸开，一个硕大的怪物脑袋从底下冒了出来，诡计怪人，双头野吹蛇。奇遇瞬间明悟了，英雄协会总部都养着这种怪物，那他养条狗的话，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吧？而此刻，一旁的龙卷和吹雪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，吹雪不停地控制石块砸向了龙卷，可实际上对于龙卷来说都懒得还手。他笑着冲妹妹说道：“我已经大致知道了，对不起呢，吹雪，是姐姐不好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弱。这些年放任你不管是姐姐的不对，以后我英雄也不当了，就好好陪在你身边保护你吧。”龙卷的一字一句都仿佛针尖般扎在吹雪心上，他绝不容忍童年的噩梦再度发生，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龙卷就这么轻轻一捏，他浑身上下都汗毛耸立，动弹不得，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了起来。而此刻的龙卷还在喋喋不休：“我刚懂事时就比现在的吹雪强呢，就因为你整天和奇怪的人混在一起，才会毫无成长。真不知道你整天都在干些什么。”吹雪也不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无力感，而是从小到大一直活在姐姐的强势压迫下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想到了那天的饿狼，一瞬间，姐姐的恐怖压迫感似乎明朗了起来。凭什么一句话就将他的努力全都否认了？就算是再弱小，他也是背负着所有人的期待啊！念流回转蓝，一股奇特的能量散发而出，龙卷的束缚瞬间便消失了。吹雪眼神一沉，表示他才应该说抱歉的，因为这一招是他专门用来对付姐姐的念力干扰技能。这样一来，这片区域龙卷就不能使用超能力了，多少也让自负的姐姐感受下弱者的心情吧。说罢，他直接使出了绝招地狱蓝，恐怖的风压从四面八方将龙卷淹没，顷刻间整个英雄协会都沉闷地震动了一下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头的奇遇面对着双头怪物的袭来，一把就抓住了其中一个脑袋。现在我是忙着呢，给我死一边去！说罢就将其狠狠地砸进了地里，而这一下径直砸成了地板。他这才发现下边还有一堆怪物呢。看着双头怪落下来，这些怪人们显得极为兴奋。既然有英雄来了，那就给我下来好好玩玩吧。要是不下来的话，我们可就要……话还没说完，奇遇就这么跳了下去。那群怪人们纷纷围了上来，没想到竟然遇到个白痴，那就把他撕成碎片吧。喂，已经够混乱的了，你们这群家伙就不要再添乱了。说罢，一拳就抡了上去，随后便只剩下了撕心裂肺的喊叫声。回到吹雪一边，一顿大招放完后，鼻子里都溢出了血，这下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吧？好像自己做的有点过火了。他赶忙喊道：“还活着吗？快回答我，姐姐！”可下一秒他就愣在了原地，直接烟层散去后，龙卷像理所当然似的毫发无伤。但虽说没对龙卷造成伤害，但他也是头一次夸赞了吹雪，确实有变强了。姐姐很高兴呢，并表示看你的样子，似乎一个人的话也没什么问题。听到这话，吹雪两眼一生，难道说姐姐是认同他了吗？他立马询问道：“那今后姐姐就不会干扰他，让他自己做主了吗？”可谁想到龙卷下一句话竟是：“你一个人的话也可以。”吹雪已经不需要朋友了。
就由我来替你斩断那些无法割舍的情感吧。此话一出，吹雪脸色骤变，但龙卷似乎执意要让吹雪族的所有人都放弃当英雄，远离他的妹妹。话音一落，刺眼的光芒从龙卷身上散发，这一次他也下定了决心，要亲手将妹妹的无用羁绊全部剪掉。龙卷的童年和吹雪不同，因为超能力早早出现，年仅几岁的他就被养父母卖给了研究机构，进行声称是为了人类进步而开展的大脑研究。而这时才2岁的吹雪，因为超能力还未觉醒，逃过了一劫。整整3年的时间，龙卷除了被用作研究外，就只能待在漆黑的监牢里。直到有一天，研究所里的怪物样本暴走，里面的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最后只留下他一个人。那一次从那里出来后，他的世界就只剩下吹雪一人。他不想妹妹遭遇和他一样的事情，被身边的人欺骗和迫害。他张开了手掌，剩下的吹雪告诉了他，等你醒来之后再好好谈谈吧。说完就要打晕吹雪，可这时一只脏兮兮的手抓住了他，来人正是祁煜。龙卷脸色一沉，看来这下是真的有点生气了。既然已经分出了胜负了，你们姐妹俩就消停会儿吧。龙卷瞪着眼让祁煜赶紧放手，然后闭上嘴，给我滚。喂，我叫你别闹了呀！话音一落，恐怖的压迫感淹碎了祁煜身后的墙壁。不过在祁煜看来，和吹雪的能力也差不多嘛。这时龙卷才想起来，这秃子不就是魔鬼改造人身边的小弟吗？原来他也是吹雪族的人吗？祁煜眉头一皱，表示他可不是吹雪族的人。可龙卷根本不信，反而是问道：你真的是吹雪的朋友吗？我刚才说了，吹雪不需要朋友，所以你赶紧给我消失。等一下，我没说过我是他朋友啊。这话令龙卷甚至是吹雪都愣住了。那你是他什么人？不是手下也不是朋友的话，我只是他认识的人而已。这么冷酷无情的话让一旁的吹雪都低下了头。龙卷也不再计较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别再给我捣乱了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祁煜还想反驳，却被龙卷一下怼进了墙壁里，又举起了手，想想还是算了，毕竟只是个外人，他没必要计较。但这家伙的手抓得也太紧了吧，真是个没耐心的家伙，你得多喝点牛奶才行啊。龙卷刚才可没故意收手，看样子这家伙不是个杂鱼。想到这儿，他冲着吹雪说道：刚才你那个为了扰乱念力信号的招式，其实还有一种用法，只要是生物体内都会有能量的流动，通常被称为气或者灵之类的，所以只要扰乱了这些东西，一瞬间就能。可话音一落，祁煜除了抖了几下外，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包括那2个家伙也是，他屡试不爽的拧脑袋神技对他们都不起作用。龙卷的眼神彻底变了，向祁煜下达了最后通牒，立刻放手。喂，你别闹了行吗？而且你也别小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这就是吹雪仅仅是认识的人的力量，你给我好好记着。突然间，地面猛地破碎开，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正在蔓延开。祁煜见势不妙，赶紧让吹雪动起来，去将那边那2人给带走。而他要面对的将会是暴怒的龙卷。眼看着龙卷火气上来了，突然间祁煜一把将他拉进了怀里。你等等，在那之前，抱着龙卷，祁煜猛地砸穿了墙壁，一跃之下竟然径直跳到了半空中。既然要打，就到外面去打。黑市的上空，一道亮光正如流星般坠落，正是祁煜和龙卷。着陆的方式就像个皮球一样，正蹦跶的第3下被实在受不了的龙卷控制悬在了半空中，紧接着突然天旋地转了起来，下一个变成了龙卷带着祁煜开转了起来，再猛地将祁煜砸到地上。但仅仅是这样，似乎还是不能让祁煜松手。龙卷气呼呼地表示：你怎么还不松手？难道是喜欢我吗？不，我要是松手的话，你准会逃走，又去找吹雪麻烦吧。逃走2个字戳中了龙卷的小心脏，你这种垃圾对手，我怎么可能逃跑？那既然这样，祁煜果断松开了手，下一个就被龙卷一击轰飞了出去。祁煜刚站稳脚步，就感受到了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看样子龙卷是真的不打算留手了。一瞬间，恐怖的巨型风浪掀起了漫天碎石。这样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呢。话音一落，一块巨石就砸了过来，被祁煜轻松躲开。仅仅是一块石头，却引起了惊人的大爆炸。龙卷的超自然能力看起来极为宏伟，立刻就引起了隔壁英雄协会的注意。判断其规模，看来得出动 S 级英雄才行。只不过那些家伙一时半会儿应该还赶不过来。而此刻，在龙卷和祁煜战斗的下方，正有一辆汽车经过。车里不要命的家伙正好是龙卷的超级粉丝，说什么今天都要抓住机会，好好看看龙卷偶像。就在这时，风暴卷起的巨石砸向了汽车，好在被祁煜及时拦下，才幸免于难。喂，刚才也太危险了吧，就不能小心点吗？龙卷可是出了名的小气，嘴里说着这种事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手里的石块还是砸向了祁煜，正巧被祁煜拦了一下，竟然又飞向了那辆车。一个残影闪过，祁煜冲了过去，但这一下却是被龙卷抢先了一步，将车给救了下来，还装模作样的说道：好危险啊，你在干什么呢，死秃子？秃子？说啥呢你个死矮子？车里的人近距离瞅见了自己的偶像，还没激动起来，就被气哄哄的龙卷当场扔到了地上，伸手就攻下了祁煜。而祁煜站稳的脚步，顶住了这超能力的冲击，但可怜的是，新买的运动衫就此牺牲了。在一声凄惨的嗷叫下，悲痛欲绝的祁煜任由自己被打飞了出去。
万众期待的奇遇和龙卷的一战终于是打响了。但到目前为止，都只是龙卷在发力，奇遇则不停的在被动挨打。那么这场闹剧究竟会以怎样的形式结束呢？好了，那么到这里，异形原作版第8篇就结束了。下期预告：奇遇实力暴露，龙卷和爆破之间的故事揭开。那么喜欢本期视呢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。我是麒麟，那我们下期见。